后妈难当。这是一个星期天，郭巧巧没有上学。午饭之前，玉秀决定给郭巧巧做头，这正是玉秀的长项。玉秀在这上头可以说是无师自通的，有想象力，有创造性。玉秀先替郭巧巧洗下一脸盆的油。玉秀望着脸盆直犯恶心，头还没有洗完，玉秀已经在骨子里头瞧不起这个小呆逼了，恨不得一把摁下郭巧巧的脑袋，用油汪汪的猪头汤淹死她。但是这丫头关系到玉秀的命运，所以玉秀轻手轻脚的，每一根指头都孝顺的要命。洗完了，晾干了，玉秀开始给郭巧巧做头，重新设计了辫子。郭巧巧原先是一根独辫，很肥，垮样子，有一股霸道的蛮汉相。玉秀替郭巧巧削去了一些，把头发分开来，在头顶的两侧编出2个小辫子，然后盘下去，卡牢了。2条辫子的尾巴却对称地翘在了耳朵的斜上方，一跳一跳的，又顽皮又跛脚，很像电影上大汉奸家的千金小姐了。郭巧巧有很显著的男相，要不是那条辫子，看上去几乎就是一个男人。现在经过玉秀这么一拾掇，有点女孩子的意思了。郭巧巧满意得很。玉秀站在旁边，做出极其羡慕的样子，还添油加醋地说：巧巧，我要是有你这样的头发就好了。很伤感了。马屁一旦拍到伤感的程度，那一定是深入人心的。郭巧巧果然高兴了，合不拢嘴，腮帮子笑得比额头还要宽，像一个河蚌，整个脑袋只是一张嘴。玉秀看在眼里，知道时机到了，哎了一声，说：巧巧，我要是能给你做丫鬟就好了，没那个福。郭巧巧正对着镜子，上身一侧一侧的，美得不轻。郭巧巧脱口说：这个没问题的。午饭的时候，玉秀一直和郭巧巧说说笑笑的。郭嘉兴也觉得奇怪，女儿的性格这样嘎咕，这样方，和玉米别扭，反而和玉秀投得来。说起来，巧巧这丫头也可怜了，才这个岁数就死了母亲，也难怪她要和玉米做对头。郭嘉兴难得看见女儿有这样的兴致，一高兴多吃了半碗饭。玉秀把饭碗递到郭嘉兴的面前，知道最关键的时刻终于来到了，连忙说：姐夫，我和巧巧说好了，我给她当丫鬟，不回去了，你要管我3顿饭。话说得相当俏皮，相当撒娇，其实玉秀自己是知道的，很紧张了。玉秀在那里等，郭嘉兴端起碗，盯着郭巧巧的脑袋看了2眼，心里有了7、8分的数了。郭嘉兴扒下一口饭，含含糊糊地说：为人民服务吧。玉秀听出来了，心里头都揪住了，手都抖了，却还是放心了。玉米听着，一直以为玉秀开玩笑的，并没有往心里去。玉秀却转过脸来和玉米说话了。玉秀说：姐，那我就住下了。居然是真的了，这个小骚货真是一张狗皮膏药，居然就这么贴上来了。玉米一时反而不知道说什么好。这时候郭巧巧刚好丢碗离开了饭桌。玉秀望着郭巧巧的背影，伸出胳膊一把握住玉米的手腕，手声特别的用劲，轻声说：我就知道大姐舍不得我。这句话在姊妹2个的中间含义很深，骨子里是哀求了。玉米是懂得的，可玉米就是看不惯玉秀这样卖乖。然而玉秀这么一说，玉米越发不好再说什么。玉米抿着嘴瞥了玉秀一眼，很慢的咀嚼了2、3下，心里说：个小婊子，王家庄待不下去，在这个家里反倒比我滑溜。
玉秀低着头，没有人知道玉秀的心口这一刻跳得有多快。玉秀慌里慌张的直往嘴里塞，心往上面跳，饭往下面咽，差点都噎着了，眼泪都快出来了。玉秀想，总算住下来了。这时候玉米的饭碗见底了，玉秀慌忙站起身，抢着去给玉米添饭。玉米搁下碗，搁下筷子，说：饱了。住下就住下吧。虽然玉秀在这件事上没有把大姐放在眼里，说到底玉米还是对玉秀抱有厚望。先不管他，关键玉秀和郭巧巧热乎上了，这一点玉米不能接受。郭巧巧这个呆丫头不好办，玉米心里头有数，自己是怕她的。玉米谁都没有怕过，现在看起来还是栽在她的手上了。郭巧巧偏偏不是工于心计的那一路，暗地里使坏的那类。郭巧巧不是，这丫头的身上带有凶蛮暴烈的嘎小子气，一切都敢说在明处，一切都敢做在明处，这是玉米相当吃不消的。比方说，玉米刚过门的时候，郭巧巧放学了，当着机关大院里那么多的人，玉米为了显示她这个继母的厚道，立即迎了上去，接她的书包，笑吟吟地说：巧巧放学啦。郭巧巧憨头憨脑地说：呆逼。当着那么多的公社干部，太没头没脑了，玉米的脸都丢尽了。玉米在枕头上面曾经对郭嘉兴说过这个事。玉米说：巧巧怎么弄的？怎么一见到我就跟见到鬼似的？郭嘉兴对这个问题没兴致，随口说：还是孩子。玉米说：孩子？我才比他大几岁。但是这句话玉米没敢说出口，只是在自己的肚子里对自己说了。这么一想，玉米心酸得很，自己大不了郭巧巧几岁，她成天没心没肺的，自己死气白赖的做她的后妈，赔光了脸面，还落不到好。玉米看出来了，做父母的都这样，一旦死了原配，转过脸去就会觉得对不起孩子，越发的娇宠，越发的放纵。玉米躺在郭嘉兴的身边，心里头凉了，全是怨。想来想去，男人还是不可信的，趴在你的身上，趁着快活，2斤肉能说出4斤油来，下来了4斤油却能兑出3斤8两的水，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。对谁亲对谁疏，男人一肚子的数。男人呐，拔出来之前是一个人，拔出来之后又是一个人，这是很让人寒心的。玉米一直想和郭巧巧好好聊一回，给她把话挑明了。玉米可不指望巧巧喊她一声妈，玉米有这样的自知，担不起，喊姨总行了吧？实在不愿意叫姐姐也可以，退1万步喊一声玉米总是应该的。郭巧巧屁都不响一个，天天在一个屋子里头，撞破了嘴唇都不说一句话，担着母女的名分还无急眼儿，这算什么？郭巧巧偏偏不给玉米机会，除非玉米讨骂。郭巧巧的那张嘴是标准的有娘生没娘教的嘴，什么都出得来，7荤8素的，都是在哪儿学来的？玉米算是怕了。玉米有时候想，自己对女儿的这份孝心，就是为一把扫帚，扫帚也该哼唧一声了。玉米深深地叹了一口气，想，后妻好做，后妈难当啊。